创世纪作为圣经正典之一，很明显，里面的故事并不是关于上帝的。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就会发现，圣经中所描述的诠释者和苏美尔文献中的天空人阿努纳奇 （Anunnaki） 的故事。在频道中有关于阿努纳奇的传奇故事的电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主页观看。感谢大家的支持。在1896年，著名的东方学者纳萨尼尔·施密特被解雇并丧失了他的终身职位。1884年移民到美国，1885年任科盖德大学的西亚语言教授。11年来，这所美国大学一直享受着纳萨尼尔·施密特的学识和在西亚语言方面的造诣。他教授了许多希伯来语、阿拉姆语、科普特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和其他古代语言的课程。纳萨尼尔·施密特作为美国领先的学者之一，那么为什么在取得了11年的杰出成就之后，他被指控为异端呢？尽管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浸信会牧师，但当局认为他最近的神学论文严重触及了两个世界宗教的根基——基督教和犹太教。因为他通过阅读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的文本，并注意到其中的故事与圣经中的创世故事惊人的相似。这些故事包括亚当和夏娃、堕落天使、该隐和亚伯、大洪水以及巴别塔事件等。施密特的研究表明，苏美尔故事及其后续的故事大约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很可能是所有圣经故事的源头。但在19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你想想，教会仍然受到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所引发的影响。教会当时正忙于建立新的教义基础和关于圣经无误性的新教义，以稳固传之。那么，如果认为圣经实际上可能是抄写其他人的故事，这就非常尴尬了。事实上不应该是这样，因为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源自苏美尔家族的故事——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的家族。亚伯拉罕和撒拉在苏美尔文化的加勒底的乌尔城长大，并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因此，当他们从那里移民出去时，从小听到的所有关于起源的故事就成为了他们的文化、宗教和圣经的基础。显然，这并不是多么意外的事情。所以，在圣经中就有了这些故事的摘要版本，这些故事也在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的文本中频繁出现。不过，问题是，这些故事的原始版本及苏美尔版本上就根本没有提到上帝。在苏美尔原始版本中，这些故事是关于人类的祖先与另一个物种阿努纳奇族接触的故事。难道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关于上帝的故事真的是人类的祖先与外星人近距离接触之后再进行讲述的吗？施密特对16世纪出土的楔形文字板块非常着迷。当时的殖民国家开始大量挖掘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遗址，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总共发掘出约20万块粘土板块，这些板块上装饰着奇怪的边缘或图文。当时的学者对这些标记的意义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有些人认为这些标记是一种未知的语言，而一些人则认为这些板块上的语言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他们假设这些标记只是装饰而已。这些板块被归档存放起来，石板上的秘密一直被封存了3个世纪，直到1835年，亨利·罗林森来到伊朗西南部。罗林森是一位军人，他受雇于东印度茶公司，他协助伊朗国王训练他的军队。故事进度先暂停一下，如果你认为一个公司与国家竞争是一件新鲜事，看看东印度茶公司。一个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调动常备军并训练国家军队的茶叶公司，那是相当了不起的茶叶公司。实际上，罗林森来到伊朗并不是为了茶叶生意，而是为了获得贝希斯通地区的准入权。他想找到贝希斯通铭文，贝希斯通铭文是在悬崖上刻成的古老皇家宣言。他用3种已知语言书写：波斯语、厄兰语和亚述语，这3种都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共同语言。这个铭文用楔形文字写成，那么它很自然地成为解读楔形文字片的翻译钥匙。美索不达米亚古文化的记忆突然变成了一本敞开的书，这些象形符号并不仅仅是装饰，
它们是银行记录、商业协议、购物清单、合同、食谱、清单、皇家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叙述，都记录在这些古老的粘土板上。可以说，彻底撼动了整个学术界。施密特与一小部分人开始解读人类历史的一个新层面。当然，一名大名鼎鼎的学者根本不愁没人要，在科尔盖特大学解雇他后不久，康奈尔大学就聘请了他，并在那里担任西亚语言教授长达36年。施密特的研究离上帝越来越远。在20世纪，作家撒加利亚·西琴开始研究楔形文字。他从苏美尔故事中得到了明确的暗示，阿努纳奇是一个强大而先进的外星物种。他们来到地球，使他们处于陆地食物链的顶端。为了创造一个本地劳动力，阿努纳奇使用了他们自己的基因序列，将灵长类祖先杂交成人类。西琴认为，阿努纳奇一词的意思是那些从天空降临地球的人。这个词组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外星起源。西琴不是学者，他没有博士学位或教授职称，但他拥有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位，并在商业和伦敦经济学院工作过。他的写作大多是面向普通读者，而不是学术性的作品，因此不会有学术论文中常见的引用和脚注。当然，这样的行为让很多学术评论家不满，他们认为这样的写作方式太过随便。有些人会指出他的作品中的错误或偏见，以此来忽视他的贡献。现在，领域内的一些作家也开始反对西琴对阿努纳奇一词的翻译。他们认为这个词的用法告诉我们，它只是指贵族或王族统治者。虽不能说是错误的，但这个解释是一个非常片面的回答，而且这个非常懒惰的解释并没有足够多的证据依赖。这个词与统治者有关，是因为它在起源意义上与统治者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词的词源学，它的根本含义以及组成部分，你会发现 Anu 意味着天堂， Ki 意味着地球，而 Anunnaki 指的是那些从天堂来到地球的人。我们可以按照这个逻辑去理解，即使你没有在这个词本身中嵌入这样的叙述，在加尼文的故事中就会发现事实正是如此。而用于表示统治者的象形文字，在故事开始时从天堂降临下来的象形文字，简单的表示天空。所以这些阿努纳奇是来自天堂的，他们是天空之人。世界上许多最古老的神话传说声称，一种超越人类的存在或神明最初建立起对人类的支配权，再后来才把统治工作移交给人类的统治者或国王。埃及神话也持有这样的叙述。同样，圣经中提到扫罗作为第一个统治以色列人民的人类国王。苏美尔楔形文字也将他们的第一个人类国王命名为吉尔加美什，不过他只是一个过渡的国王，是人类和阿努纳奇的混血。他的名字出现在最著名的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品之一苏美尔国王名单上。在诸如购物清单、法律协议、商业合同等楔形文字的文档中，似乎只有一份记录着苏美尔国王继承顺序的枯燥记录。最近的记录显示了6到36年之间的统治。随着时间线的倒退，国王名单上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信息。突然间，一个王朝持续了24510年3个月3天半。这种精确性完全符合苏美尔文化的特点。人类还从苏美尔文化中获得了圆周360度、1分钟60秒、1小时60分钟的概念，所以这种精确性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奇怪的是，在这24510年3个月3天半的王朝中，只有23位国王，每位国王平均统治年限超过1000年。这还并不是个别现象，在那场大洪水结束之前的王朝历时24万1000年之间，只有8位国王，平均统治年限超过3万年。有人试图将这些日期解读为象征性的，或者以不同的时间单位进行解释，但当这是一段连续的统治年限，从6到36年的统治，再到36000年的统治，都在同一个时间单位和同一个叙述中时，这种解释并不完全成立。这个故事开始于非人类的国王，然后人类国王继承，而他们王朝长度的灵活性也表明非人类国王与人类的存在有着很大的不同，就像将人类的寿命与蚂蚁的寿命进行比较一样。国王名单并不是唯一支持外星人假设的证据，苏美尔版本的巴别塔故事也是其一。
它讲述了50名技术人员利用神秘的技术，将300名观察员送往星际观察站。如果与《创世纪》一起阅读的话，你会发现这2个故事相互印证，在你脑海中共同描绘出一个生动的画面。巴别塔是一个星门，为观察员提供了快速进入空间站的通道。有学者从《创世纪》的故事中发现了异常，《创世纪》中使用了2个词来指代上帝，一个是 Elohim， 一个是 Yahweh 或 Jehovah。现在 Yahweh 是摩西的圣名，而这个名字是在所有故事中描述的事件发生之后的几个世纪或几千年内给予的。当 Yahweh 这个词出现在那些更古老的故事中时，提示我们正在阅读的并不是原始版本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在摩西时代之后由某人重新讲述的。现在在圣经学者中有一个广泛的共识，即现行的旧约希伯来圣经是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进行了编辑或修改。这位编辑者通过在那些更古老的故事中加入耶和华这个名字，来告诉读者将他们视为上帝的故事，还通过使用后来的名字告诉读者这并不是原始版本，最初他们是以 Elohim 为主角的故事。Elohim 这个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词，因为它是一个复数形式的词，它经常表现出复数的特征，比如让我们创造，让我们使人类看起来像我们中的一员，我们不希望他们变得过于像我们中的一员等等。并且 Elohim 有时还被翻译为上帝，在其他地方它又被翻译为假神、恶魔、天使、酋长或地主。那么为什么这个词的意义如此广泛多变呢？我们需要回到这个词的词源，问为什么它会被这样使用，为什么它表现得像一个复数。当我们观察它的组成部分时，词语 Elohim 意味着力量或者强大的存在。当你用这种方式翻译《创世纪》时，文本发生了改变，与苏美尔人的文本一一对应。很明显可以看出，它们不是关于神的故事，而是关于圣经中的强大存在和苏美尔文献中的天空人的故事。那么，是否有任何实物证据表明非人类的统治存在曾经占据过地球呢？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发现阿努纳奇的任何遗迹呢？首先，从挖掘出的古代遗址，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古代人群的多样性。你想想，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霍比特人，我们称之为霍比特人，正确的名称是霍莫弗洛伦西斯人。还有贵族线的巨人、北美洲的红发巨人等等。随着深入挖掘人类的古代历史，开始发现各种各样的人类。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阿努纳奇的实物遗迹呢？即使找到了，又如何分辨呢？一个可能性是通过 DNA 测试。如果吉尔加美什真的是人类与阿努纳奇的混合体，那么只需要找到它的皇家陵墓并进行 DNA 测试。2003年，一群考古学家在美军的保护下进入伊拉克，并发现了吉尔加美什的陵墓。不过，官方的说法是在找到了可能的陵墓遗址后，决定放弃进一步的调查。类似的，在1927年，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发现了一位名叫普阿比的人物。他是一位高级的苏美尔领导人，生活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伍利发现了普阿比的遗骸，以当前的技术肯定能检测出来。不过，这个故事就像男人没有了下面一样，突然就太监了。我想，没有几个人不想知道真相是如何吧。但是，为什么外星物种会对地球上的人类群体产生兴趣，并有进行干预的行为呢？为什么来自其他星球的先进生物对人类的进化和管理人类群体感兴趣呢？为什么他们会教导史前人类有关数学、阅读、法律、银行系统、就业合同、货币和定价机制的知识呢？为什么之后他们又撤离了呢？太多的疑问盘旋在我的脑海中。将人类早期时殖民的行为进行对比，能发现有什么不同之处吗？当人类进行殖民时，通常是使用武力展示优势并接管控制权。殖民者提供警察、军队、教育，并让当地人工作，然后谋取利润和自然资源，享受作为经济顶层的所有好处，并通过强大的武力保持控制。过一段时间，殖民者可以让当地人自己负责警务和教育，让当地人成为律师、银行家和统治者。只要殖民者能控制货币的价值，这时候就不再需要维持一个可见的形象，殖民者可以回家，
或在其他任何地方仍然能享受作为经济顶层的所有好处。这就是人类殖民者的做法，从罗马帝国到西班牙、荷兰、葡萄牙、英国、美国，可能在史前时期存在一种外星存在，以类似的方式殖民了世界。另一种物种来到地球并停留了一段时间，他们坐在经济顶层，享受其中的所有好处，然后以我刚刚描绘的方式撤离。我在想，人类与阿努纳奇有多相似？至于他们来到地球的目的，推测很大可能就是某种矿物质。因为一个能进行星际旅行的文明，一颗行星资源在他们眼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除非地球上拥有他们非常需要的某种东西。我认为有关南非的史前矿山就是一个强有力证据，当然这只是推测，也可能与地球的特性有关，或者与人类自身有关。作为智人的独特性，人类的祖先真的是被殖民者为了劳动力而工程化成工人的吗？阿努纳奇只对我们星球的资源感兴趣，并对人类的进步冷漠无情吗？其他古老叙事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描述了人类的起源，但故事中还存在其他线索。希腊巴比伦的奥安娜和阿普卡鲁神话就讲述了访问者帮助和教育人类祖先的故事。美洲原住民的传统记忆中也有关于二维和外星访问者的报道，他们培养了人类社会的起源。祖鲁神话中也提到人类祖先受到高级存在的培养。那么阿努纳奇对人类的动机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有学者认为，人类的古老文本记载了一系列与我们祖先接触过的物种，而人类世界的神话故事则讲述了来访者对人类的意识和智能程度的不同看法。确实，在我们的世界起源的故事中，人类基本就像小白鼠，像限制人类寿命、遭到洪水迫害、被神经干扰剥夺人类的语言能力，使我们变得愚蠢、轰炸摧毁人类的工程技术，用神经干扰降低人类的感知和认知能力等等。在这些苏美尔版本的故事中，始作俑者是阿努纳奇皇族的恩利勒，他对人类抱有很大的敌意，原因在于他的弟弟恩基干预了人类祖先的进化之路，让人类成为一个类似于阿努纳奇的生物。就这样，人类成了兄弟俩主要矛盾的导火索。人类那些所谓的创世神话中，一些描述了外来的高级物种，为了让地球更符合他们的实验环境，就用洪水破坏了地球的原始生态，然后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培育地球上的生命。这其中包含了各种动物以及智慧生命。在苏美尔的技术中，恩基是地球项目的负责人。当他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物种人类之后，他希望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让他们过上更美好、更有意识的生活，就像一个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就是因为这样，恩利勒和恩基之间发生了冲突。作为首席执行官，恩利勒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他通过再次毁坏星球来摧毁整个地球的人类。不过，恩基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他找了一个叫阿特哈西斯家族的人类家庭，也被称为宙斯、苏德拉、胡顿、埃皮斯特梅、诺亚。然后，恩基给了他指示，让诺亚建造一艘方舟来躲避这场灾难，让他的家人和一些幸运的人能给人类留下种子。可以看出，阿努纳奇的存在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很复杂、很微妙的关系。虽然在阿努纳奇的叙事中存在对人类的压迫和奴役，但也有对人类福祉的关注和培养。当我们谈到现代有关外星人接触的报道时，有些人认为是有害的，有些人是漠不关心的，有些人又认为是有益的。这些现代经历与阿努纳奇的故事有关吗？或者今天的人们是在经历不同的事物或不同的人？阿努纳奇的故事对今天的人类有何影响呢？如果我们部分是猿猴，部分是阿努纳奇，那对我们有何帮助？阿努纳奇是否仍然存在？或者我们现在已经是自己的主人了？阿努纳奇的故事是否能解释人类与地球上所有其他动物形态的原始分离证据，但却没有提及人类的未来？我希望并不完全寄托于外部干预，而是在于人类自身的能力。人类的祖先故事都提到了我们在史前时期经历了意识的降级，那么也就是说，人类的认知能力是可以提升或降低的。人类的意识也是如此，就像那些神话传说中限制人类的感知领域一样。这让我想到，人类似乎可以用许多插件来扩展，
就像今天的这些应用程序一样。从现在大多数人的工作状况来看，似乎人类天生就有这种为上级劳动的倾向。如果我们能够打破这种编程，开始为彼此工作，而不是为那些在我们之上的人工作，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取消了所有的神经奴隶设置，允许自己过上更自由、没有恐惧的生活，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当我们消除劳动的不平等和压迫性的关系，建立起合作和共享的文化，或许这样的世界会更加和谐和繁荣。许多传承了这些起源故事的文化，也传承了重新唤醒更高意识状态的方法和模式。古希腊文化就有这样的描述，同时也有基于提高意识状态的仪式，如基基亚仪式。在中美洲有类似的茶仪式。在澳大利亚土著社区或北美土著社区，你会发现烟雾和熏烟仪式等类似的活动。类似的活动也存在于古印度文化的吠陀经中。这些仪式和活动的意义是通过特定的方式和媒介来唤醒和扩展人们的意识。它们可能包括呼吸、冥想、祈祷、草药、音乐和舞蹈等元素，以创造一种超越常规状态的体验。通过这些仪式和活动，人们可以进一步连接自己的内在世界和更大的宇宙意识。这些文化的智慧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通过探索自身的潜能和意识状态来追求更高的境界。他们提醒我们，我们不仅是身体的存在，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精神和意识层面。然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道路，可以根据自己的信仰、文化背景和内在追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实现更高的意识状态。如果我们将阿努纳奇故事视为我们作为物种真正起源的代表，这就打开了我们今天作为人类潜力的视野。如果我们确实是地球人和更高级存在的结合体，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有能力超越长久以来塑造我们社会的就业、金钱和银行制度所带来的限制。作为人类，我觉得我们的潜力超越了物质主义和时间为基础的制度的桎梏。我们有能力进入更高层次的意识状态，拓展我们的意识，并探索我们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的全部潜能。作为人类，我们是否还有其他途径可供选择呢？更高层次的意识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奴役式的过去，为更美好的人类体验铺就道路呢？